已经临近版本末期了，相信大家海岛也都探索的差不多了，所以就让我好好的来吐槽一下它吧。先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吧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的海岛我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内容量很多，确实适合在暑假的时候出，同时也有很多的惊喜，看到了很多与以往不同的解密以及故事叙事方式，特别是星焰和菲希尔这两个角色的岛屿吧，我觉得是设计的最出彩的，玩起来也是最有意思的。满分5分的话，这次的海岛我能够给到4分，剩下的这1分扣在哪呢？还请听我慢慢道来。我们先按顺序依次说一说各个角色、岛屿和秘境吧。首先是万叶的秘境和岛屿，我觉得算是最中规中矩的，当然只是相较于其他3座岛屿而言，本身还是有不少新东西的，就简单说一说吧。万叶秘境的亮点在于这个机关，我们每切换一次就会打开一扇连接着全新空间的门，并且空间与空间彼此之间会有联系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可以使房间上下颠倒的机关，通过空间的改变，我们可以进行全新的交互，也算是一个亮点。不过要我说，我最喜欢的设计还是这个，整体色调也好，光影也好，都很有皮影戏的那种质感。虽然其实我也没有看过皮影戏，但就是很有感觉，你懂吗？就是很有感觉。然后是万叶的岛屿，其实这次海岛的岛屿整体设计都沿用了一个思路，就是在同一空间不同时间下的岛屿之间的联系。万叶这里就是把这个概念套进了盆栽，通过改变盆栽里的山石来改变岛屿的山体，这里山体的变化就可以类比为时间的变化。一共有3种分隔的山石，总共6款，通过不同的组合寻找彼此之间的联系，我们才可以将一些解密给完成。总的来说，万叶的岛屿更像是开胃菜，为之后岛屿的整体设计做了一个铺垫。然后是星焰的秘境和岛屿，可以说本次我最喜欢的秘境和解密，那就当属星焰的岛屿莫属了。还是先说秘境，星焰秘境整体的风格设计，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还是非常惊艳的，和璃月秘境的整体色调是一样的。而且有趣的是，星焰的秘境它分为2个空间，这2个空间之间通过门进行联系，使得我们可以在2个空间里相互穿梭。整体来说，秘境的解密其实没有难度，唯一的难点在于，每当我们创造出一条道路时，道路对面我们想交互的物品，它就会被树枝给包裹起来。像是这里本来是个珍贵宝箱，这里则是一个吉他。一开始其实我也很困扰，这到底应该怎么拿呢？但其实每次创造道路时的特写并不是白给的，第一次看到可能还会有点迷糊，但当我们创造出第2条道路，看到同样的特写时，应该就能反应过来了。它其实就暗示了解密的方法，这里我们只需逆向思维一下，原路返回即可，然后就可以与原本藏在树枝下的吉他进行交互了。3个宝箱也能顺利拿到手。星焰的岛屿也同样遵循着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设计思路，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山体来完成一些原本做不到的解密。就比如这里的解密，原本因为山体太高，所以看似毫无用处，但其实只要我们改变山体，使山体变矮，即可完成解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处类似的设计，处在该山体底下的秘密空间，当我们解密来到最底层之后，会发现这里的宝箱我们是拿不到的，因为有树枝挡住了音符的传播。而在我们改变山体之后，却又发现原本存在的道路它消失了，我们好像回不去那个地方了。但其实山体和山体之间也是有联系的，只要你之前解密的够彻底，那么你就会知道，其实我们从中间山体的这个门走，同样也是可以过去的。这时就没有树枝遮挡，我们就能顺利的拿到3个宝箱了。当然，这里我是已经早就拿完了。总的来说，星焰的岛屿的解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，但也算不上太难，只要思维稍微的转个弯，还是可以轻松解决的。而且相较于以往的解密而言，我认为吉他加喇叭加音符的这种解密模式并没有那么枯燥。以往的解密玩久一点，我可能都有点困了，但星焰岛屿的解密还是比较有乐趣的。不过要说最佳的解密模式的话，我还是更喜欢菲希尔岛屿的。菲希尔岛屿应该是唯一没有山体变化的岛屿了，但同时也是特色最鲜明的。它的解密模式是故事与解密相融合的，整体来说会更有代入感，也更有意思。比如说通过液压的谈话来指认凶手的文字推理，藏起来偷听液压之间的对话的小设计，岛屿上发生的各种小故事都会进一步增添玩家游玩时的代入感。我个人还是很希望以后的解密模式都学一学这种的。不过当然缺点还是有一点，那就是菲希尔的秘境其实都已经设计出这么大一个城堡了，但玩法和内容却还是只有那么一点，感觉空荡荡的多少我是有点失望。更别说这个拍照解密了，但凡给个动态范围判定，我都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你倒好，
直接判定死了。我只能拿个手柄搁那微调，错一点都不行。关键手柄一调就是一大步，还不能一点一点的慢慢调，真的是玩得我血压都上来了。而且因为在秘境里想切换键盘操控，我还得退出去，实在是太蠢了，必须得扣分。至于网上吐槽很多的王女直剑姬的世界任务，对学生来说可能有点幼稚，但对我来说其实刚刚好。唯一不满的就是我每看一段还得帮你把人给运上去。这里我揣测一下策划的心理好吧，这是一个游戏，所以不能让玩家一直坐在那里看戏，必须得加点交互。可是加什么好呢？有了，就让玩家猜测一下谁是下个演员好了，然后再把他给送上舞台。其实猜测的玩法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趣的，但让我把演员送上舞台，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，大可不必。本来我做这个任务时就是想着可以一边看一边吃饭的，你时不时给我搞个这个，打断我看戏和吃饭的节奏就很难受了。我建议看戏就看戏，没必要硬塞交互。我本来看的挺爽的，结果你给我打断了，就很烦。但总的来说，这个任务我个人还是可以接受的，我觉得已经是世界任务里最有趣的一个了。最后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其实菲希尔岛屿内的时间是静止的，永远都是夜晚，而且岛屿周围的时间是被扭曲过的。只要你在岛屿周围开过船，应该都是可以发现的。每当从外界接近菲希尔岛屿时，时间就会快速的流逝到夜晚，然后静止。最明显的就是太阳落山的速度，所以幽夜净土这名字还真不是白叫的，设计者也算是很用心的在契合这个设定了。莫纳的秘境和岛屿怎么说呢？说实话，我最想吐槽的就是莫纳岛屿，解密难度飙升，各种老物件新设定。如果脑子转弯不够快的话，就会觉得这他妈是个什么东西。首先就是这个压力板的解密，一开始的几天我都是很认真的用眼组在摆黄星，但结果就是没有任何用处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搞得我都怀疑人生了。差不多过了3天吧，我闲着无聊又回来过道这解密，我听着音效终于发现了一丝不对劲，然后看着天上的星星又踩了踩压力板，才发现尼玛这原来是按顺序踩一踩就行的。你干嘛？惯性思维害人不浅啊。第二个老物件新设定，元素方杯，哦不对，这里应该叫天气方杯才对。这个我花的时间更久，起码1个星期，我才突然发现，原来这玩意儿是激活单个是可以改变岛屿里的某些地方的。比如分元素方杯就是激活岛屿里的所有分场，冰元素方杯是使小动物变成浣熊，水元素方杯则是下雨，然后在水潭的倒影里你可以发现一个宝箱，火元素方杯感觉没啥大用。说实话，这谁想得到？还有这个石碑上的解密是要我们去寻找岛上的4种元素，然后按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点亮。这个解密说实话我只发现了3种元素，就摁着然后靠猜过去了，之后才发现原来是有提示的。激活冰元素方杯后，我们跟着这个浣熊走就能依次发现了。首先是水元素，本身其实很容易发现，就在这儿。然后这玩意儿是冰元素，勉强说得过去吧。这是风元素，确实挺像的，但要不是我跟着浣熊，我还真发现不了。然后这是火元素，你说是就是吧，太抽象了。像这种类型的解密，其实我个人认为更适合放在常驻的大世界里，而不是一个现实的海岛，因为确实一时半会儿是解不出来的。不看攻略的话，很容易错过许多的宝箱。网上说本次金苹果群岛一共有182个宝箱，不过我自己是只找到了150个，也懒得再逛一遍了，算它物源是一个好了，也就区区一抽，影响不大。莫纳的秘境，其实莫纳的秘境整体的风格还挺美的，但是解密有点阴间，特别是必须得好好吐槽一下自己的解密。我转了起码半个小时，没有发现任何的提示，元素视野也用过了，到最后还是上网查了攻略才知道得连成一个圈啊！你不要告诉我墙上那个洞就是提示好吧？虽然两者很像，但是也太牵强了吧。还有就是过剧情时需要我们找星星，说实话来到这个场景我压根不知道要干嘛，就是乱逛，直接逛得我血压飙升，然后想砸手柄，要不是手柄太贵我就真的下手了。如果不是最后我突然看到了一颗在飘动的星星，我就直接关游戏了。美术很棒，但是眼花缭乱。还有就是这里对面的高台不是有一个普通宝箱吗？一开始我想着是不是得飞过去拿，于是我就祭出了我的登高三人组，中敌温迪加万叶，然后发现没用。之后我就想着是不是得从外面飞进来，然后我就跑到了自己的最顶层，结果发现有空气墙挡着，那看来也不是。之后又尝试了许多方法，然后我又浪费了我人生中的半个小时，一无所获。就当我准备放弃原路返回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这里什么时候多一个水电梯啊？什么时候有的？那我之前我都在干什么？由悲转喜再转怒，到底是谁？其实关于莫纳海岛我还有挺多想要吐槽的，
但想了想还是算了，相信你们也不爱看我讲这些。总的来说，莫娜秘境整体做的还是可以的，就是阴间程度我觉得已经堪称历史最佳了。最后简单评个分吧。哦，不对，我呢也是回以前说的话，原神的解密很简单啊，那不是，这得看策划心情。最后简单评个分吧。万一的秘境和海岛我觉得都中规中矩，但也不乏一些小样点。秘境4分，海岛4分。鲜艳的海岛和秘境给我的惊喜还是比较大的，而且完成度也很高，但是也不是没有缺点。秘境 4.5， 海岛 4.5。菲希尔的海岛很不错，但秘境差点意思，毕竟我只能给到 2.5， 海岛的话5分。莫娜的海岛和秘境其实看得出来做得很用心，但用心不一定就是好的，想法太多，感觉更像是实验性质的，有些地方融合的不是太好，有点大杂烩的意思。解密说实话也没那么有意思，秘境看在美术的份上4分吧，海岛 3.5。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第一次尝试吐槽类型的视频，没有把自己玩游戏时的全程录下来，还是比较遗憾的。很多画面也只能是象征性的演示一下。之后如果我想不到什么合适的选题的话，估计还会出这种类型的视频吧。这次就当是我水了一期，那就下期再见吧。